我跟铁蛋在村口玩狼崽子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循声去找，一个灰影猛地窜出柴堆，紧接着传来铁蛋的求救声。我跑出去一看，他被一个小孩拖进了雪林，小孩骑着一匹狼，我正要去追，被闻讯赶来的六爷拦住了。不好，是狈，这是狈，成了精的老狼，10万只狼里都出不了一头，快去告诉村里人。六爷说，铁蛋被拖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村子。铁蛋爹娘急坏了，老村长发动全村人进雪林去找，结果找了一整天，一无所获。傍晚，老村长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召集到铁蛋家，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宝生，你给大伙儿再说一下村口发生的事。老村长说，我把当时的情况又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你和铁蛋玩，他咋的就没把你抓走？铁蛋妈哭着朝我喊道，你这叫啥话？我爹生气了，狼要抓的是铁蛋，跟宝生有啥关系？不是狼，是狈。六爷敲了敲烟杆子纠正道，他骑着一匹狼，背影像个小孩，他还叫了我的名字。我说，狼狈为奸的狈，但狈这种动物只存活在书本里，实际并不存在。说话的是大毛哥，初中毕业，村里就属他文化水平最高。哪有什么狈？村口就你俩，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把铁蛋卖给了人贩子？铁蛋娘越闹越凶，死揪着六爷的衣服不松手。你他妈给老子闭嘴！他男人一个耳光将他扇倒在地。铁蛋爹叫大柱，是村里最厉害的猎人，脾气火爆，据说全力一巴掌能把驴扇成驴打滚。你们掏了窝狼崽子！六爷拿烟杆指了指我爹和大柱叔。这大雪天食物匮乏，灰狼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捕鱼崽子，你们下手太狠，不给人家留后路，所以狼请被出手了。大柱叔皱着眉头道，这林海雪原啥动物没见过？你说的狈，鬼知道是真是假。我爹也是一脸不信，什么狈，被我撞到，无非就是家里多挂一张狼皮而已。明天一大早就进山再找找。大柱叔说，咱一起，信狈还不如信自己。我爹也说，两个村里最能打能杀的男人，目空一切，压根就不信我和六爷的话。六爷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冷冷盯着我爹，你捉了狼崽，狈就捉你的崽。半夜里，我下炕夜尿，隐约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我蹑手蹑脚走到堂屋，发现声音来自门外，刺啦刺啦，有点像是爪子挠门，挠得人头皮发麻，全身都起鸡皮疙瘩。我心里害怕，赶紧把奶奶叫醒。我奶听到动静也有点慌，她打开灯，把我那打鼾的爹摇醒。长海，你听听，门外啥声音？好像是狼。我爹一个翻身，披上军大衣就冲了出去。他摘下墙上的双管猎枪，俯首贴门，挠门声愈演愈烈，挠得人胆战心慌。我吓得紧紧躲在我奶身后。我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了门，门外只听嗷的一声，有什么活物撒腿就逃。果然是狼，我爹骂了一声，狂追出去。长海，你小心！我奶走到门口，冲外面喊道。我正要跟出去，忽然又听到哪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。我缓缓转过头去，顿时面无血色，后窗玻璃破了个窟窿，原本一直用废报纸堵着，可纸团不知道啥时候不见了。有只毛茸茸的爪子从外面伸进来，正反手拨动窗户的插销，灵活得像一只人手。一只红红的眼睛透过窟窿，死死盯着我。宝生，宝生！他轻轻呼唤我的名字，跟白天那声音一模一样，又轻又飘。我吓得魂飞天外，玻璃窗呼啦一下开了，刺骨寒风灌进屋子。奶奶，快看，是贝贝进屋了！我急得大叫。紧接着，一头灰狼从窗台跳了进来，龇牙咧嘴，目露凶光。长海家里进狼了！我奶一边喊我爹，一边操起铁锹去赶狼，结果老人家没两下就被恶狼扑倒在地。奶奶，我抡着铁锹救他，正好我爹赶回来，他举起枪托重重灰鸡狼的腰腹。灰狼吃痛，他哀嚎几声，狡猾地从桌子底下钻过去，哧溜窜出了屋子。狼进村了，狼进村了！我爹跑到院子里，大吼着提醒村里人。我奶躺在地上，喉咙鼓鼓冒着血，他的脖子被狼咬了个大洞。我害怕极了，赶紧拿毛巾给他摁上。爹奶奶被狼咬了。这时，大柱叔、大毛哥等几个邻居操着家伙冲进了院子。他们驱狼的驱狼，救人的救人，七手八脚将我奶放上担架，急送到村医家里抢救。六爷披着大衣，火急火燎闯进我家。你奶咋了？他被狼咬了。我说，看见贝了吗？六爷又问。看见了。那贝呢？我一愣，随即摇摇头。我确实看到被拨开窗户的插销，可后面进来的却是狼。六爷还想问什么，却见有个人从我家院门口急匆匆跑过去，好像是大毛哥的老婆翠花。他被大毛哥喊住了。媳妇儿，你上哪儿去？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？你不是喊我去村口吗？翠花也迷糊了。大毛哥一脸懵，啥？没有啊。六爷一拍大腿，坏了，大毛哥家里3个月大的小娃娃不见了。从西屋一直到院子，散落着被子毯子，还有小孩的衣服鞋子。大伙里里外外找了一阵，没有线索。翠花瘫坐在地上，掩面痛哭。大毛哥急得团团转，叫你看好孩子，你咋就疏忽大意呢？翠花抽噎道，你在窗外叫我去村口，
我以为有啥要紧事，回来孩子就不见了。我哪有空喊你？我刚送宝生奶奶去村医那里了。就是你叫的我不会听错。翠花执拗，别争了。六爷说，不是你俩的问题，是贝。一只狼偷鸡摸狗，加个贝就能偷人。贝是老狼精，不仅精明狡猾，他还会模仿人的声音说些简单的话。翠花被骗了。六爷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指着地上的脚印说，你们看，贝来过了。大伙凑过去仔细一瞧，地上果然有浅浅的狼脚印，美美成对，还沾着些烂泥。一连串的脚印从房里一直延伸到院子里，没入院外的雪地。成了精的老狼化成了贝，他学人直立走路，后腿发达，前肢退化，所以脚印是2个，而非4个。六爷又说，贝真的存在。大毛哥还是不敢相信。我也看见贝了。我说，我家的窗户就是贝从外面打开的。这回我爹皱着眉头不说话了，因为北窗的报纸是他塞的，窗户也是他亲手关紧的。不是说贝是来抓宝生的吗？怎么会抓我家娃娃？大毛追着六爷问。六爷冷冷一笑，你看你家墙上挂的狼皮还不少，你也没少扒狼皮吧？大毛低着头不作声。六爷吐了口烟，又说道，贝牙口不好，喜欢吃嫩嫩的小孩。他可能发现宝生不好下嘴，所以就盯上你的娃娃，你家有狼味儿。都是你们2个山炮，要不是掏什么狼窝子，哪里会惹来贝？大毛指着我爹和大柱叔破口大骂。翠花哭得更伤心了。2个嘴拙的男人相看一眼，不知该说啥，因为前天掏狼窝子，大毛其实也跟着去了。天快亮了，顺着脚印再找找吧。老村长提议。于是大家顺着贝的脚印又出发了。可才出村没多远，脚印就越来越多，不规则往雪林四周扩散，根本分辨不清哪个是贝的，哪个是狼的。到最后啥也没找着。晌午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奶死了。村医生说我奶失血过多，他已经尽力了。我爹跪在我奶尸体前，一边摁着我磕头，一边对着老天连开3枪。他发誓此仇不报，就不叫林长海。在我家白事期间，村长去了一趟镇上，野兽伤人，一连失踪了2个孩子，还走了一个老人，这事必须得报警。村子离最近的公交车站也要20里路，个别路段积雪深过膝，不好走。直到第2天晚上，村长才冒着大雪赶回来，还带来了3个民警。看到威严的人民警察，村里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心想被再狡猾，也不可能是正义化身的对手。结果民警在雪林蹲守了数天，别说贝，就连一头狼都没见着。再这么熬下去，只怕被没熬到，人先熬没了。警察走后，村长不敢大意，召集大伙来我家开会。因为六爷说了，贝特记仇，不会就此收手。之所以这几天不见狼贝，主要是因为我奶过世，村里堆篝火生古月，村民又集中，狼怕的就是这个，贝有狼的习性，自不例外。六爷，您有什么高见，跟大伙说一说，我们听您的。老村长说。六爷扫视众人，微微颔首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兴安岭做伐木工，也遇到过贝。开始大家谁也没引起重视，只当是什么新奇物种，结果后面闹得一发不可收。那只贝杀死了3个成年人，吃了5个小孩，因为这事伐木场都关掉了。我看到六爷说着说着，拿烟杆的手都在微微发抖。当真没人能对付？大柱叔眉头紧锁，精比人还精的怪物，谁碰谁遭罪。六爷吞云吐雾，老脸在烟雾里若隐若现。被叫了宝生的名字，做好了标记，宝生是肯定要吃的，其他小孩也不好说，毕竟他尝到甜头了。六爷一提我名字，我就心慌意乱，啥叫宝生是肯定要吃的？有没有什么妥当的办法？村长问。我的意思是大伙集中居住，先自保熬过冬天。村长为难道，天寒地冻，谁家也没那么大火盆火炕啊？那就2户并1户，特别是有小孩的人家，重点保护，人多了被自然忌惮。还有，最近大家不要出村，村口堆足干柴，生篝火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夜里不管你们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去相信，更不要开门，贝会模仿引诱。大伙讨论半天，最后都同意了六爷的看法。有小孩的人家都得到重点看护，唯独我家没人愿意来。本来大柱叔要过来帮衬，但因为他有枪，允给了别人家。铁蛋娘说我又不是镇长的儿子，配2支枪太奢靡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不仅仅是我爹有枪，主要还是因为我家是被关注大户，来了就有被袭击的风险。我爹却毫不在乎，脸上露出一股子狠劲。被我抓到，皮扒下来给宝生做袄子，肉风干了下酒吃。他好像忘了上一次说完大话，我奶死了。宝生你放心，爹保证寸步不离。我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摸摸我的脑袋，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结果当天夜里，他睡得比谁都死，我却又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宝生，宝生，声音很飘忽，时远时近，听着好像是铁蛋。我喊了几声爹，他都没醒。我下了炕，来到堂屋门口，外面一阵大风刮过，门不知为什么嘎吱一声开了。门口站着铁蛋，他穿着失踪那天的大棉袄，他歪着脑袋，捂着脖子，直愣愣盯着我。宝生，我这里好痛，宝生，我好痛。
他把手拿开，脖子上有个黑乎乎的大洞，那血稀里哗啦往下流，比我奶那会儿流的还厉害。他跨过门槛，一步一步朝我走来。宝生，你能把狼崽子还我吗？我连连摇头，大哭着喊我爹。宝生，铁蛋的后脑勺突然窜出一只大脑袋，一只裹着红头巾的狼头啊！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我爹正瞪着我，大眼瞪小眼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我梦见铁蛋了。我说。他朝我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你听。我细听，好像有惨叫声从村口那边传来。我家离村口最近，听得很清楚。爹，是有人喊救命。我听到了。我爹说着就要下炕。爹，你不要上当，你别忘了六爷说的，背会模仿。我爹犹豫了一下，又缩回了被窝，靠着枕头点了支烟。一支烟抽完，求救声还在继续。我和你大柱叔在村口雪地里埋了捕兽夹，我想去看看。我爹还是不放心。爹，你真不能去，你去了我咋办？你忘了大毛哥家的娃娃是怎么没的？我害怕地说。再说这大半夜，风大雪大，哪里来的人？我爹琢磨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见他打消了念头，我稍稍放宽心。很快，村口的求救声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被风淹没了。我爹冷笑说，骗不到我就不叫了，背可真狡猾。爷俩刚要躺下继续睡，又听到了敲门声，砰砰砰砰砰砰，敲门声很响亮，很有节奏。谁呀？我爹忽地坐起来，卯足劲大喊，收狼皮儿，谁？我爹又喊，收狼皮的。门外答道。我爹皱了皱眉头，他下了火炕，翻看墙上的旧日历，去年和收狼皮的约好了，确实是今天收狼皮。他说，爹，你听劝，背会学人说话，六爷说的。我说。我爹生气道，六爷是管你吃还是管你穿？你娘走得早，咱家每年都靠卖狼皮过日子，错过了今天，过年喝西北风。外面肯定是被假扮的，被知道今天收狼皮。我爹反问。我语塞。你放心，我有数。我爹说着就走到了堂屋，只见他庞大的身躯灵活地趴到地上，使劲朝门缝里瞅。你瞅啥？我问。我爹不作声，瞅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笑着朝我招招手。我疑惑地走过去，也学着他的样趴下去看。外面很黑，依稀能看到一双大马靴的鞋帮子。你看，我就说不是背吧，今天就是卖狼皮的要来。我爹得意地说道。我还是不太放心，六爷说背只会模仿些简单的话，你问点别的试试。我爹点点头，对着门外喊道，你姓啥叫啥？收狼皮儿。门外答道。你从哪里来？我爹又问。收狼皮儿。我爹的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，我也吓坏了。紧接着敲门声改成了挠门声，刺啦刺啦没个停。救我，救我！门外的声音又喊道。救你大爷，你个野畜生！我爹唾了一口，踢门怒骂。很快外面没了声响，又等了一会儿，门外面只剩风刀子的呼啸。我爹和我都松了口气，刚才如果草率开了门，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。我俩刚上炕，还没来得及躺下，又响起了敲门声。这次敲门声很微弱。救我，救我！外面有声音虚弱喊道。你大爷有完没完？我爹冲出去，对着门重重踢了一脚。爹，你听，敲门声好像在门的下方。我说。我爹仔细一听，也觉得不对劲，他点了蜡烛，又趴下去看。这一看，吓得他整个人都弹了起来。爹，咋了？娘嘞，好像是个人。他把蜡烛递给我，我接过蜡烛，趴下去往门缝里照，一只眼睛就贴着门缝，布满了血丝。爹，真的是人！我也吓了一跳，这可咋办？救还是不救？我爹很为难，我也不知道该咋办。我是收狼皮的阿宽，林长海，救我！门外的声音奄奄一息。是阿宽，他会被冻死的，不能见死不救，不然老子良心过不去。我爹说着就打开了门，外面趴着个汉子，赤着双脚，左脚踝拖着一只乌黑的捕兽夹，夹得死死的。从雪地里的痕迹看，他应该是从村口一路爬进了我家院子。原来最早的求救声是他发出的，被利用了。宝生，快来帮忙扶他进屋！我爹喊道。阿宽中的是大号锯齿捕兽夹，一旦被夹中，硬如牛骨都要断裂，必须尽快解救送医。我爹刚要俯身去搬动汉子，突然有黑影接二连三从屋面跃下，在黑夜中泛着渗人的绿光。是狼！转眼间，我爹就和三头蛰伏已久的灰狼厮杀在一起。爹，眼看着我爹落入下风，我抱起门后的猎枪，用力扔了过去。宝生，去菜窖快！爹，那你咋办？我急得六神无主。别管我，快去！我爹吼道。有狼进村了！我绕着村路一边跑一边喊，可左邻右舍就是没人出来，因为六爷说了，不管大家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开门。我这一喊，倒是引了几条狗过来帮忙。我正要去敲大毛哥家的门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的雪地里站了个小孩，他穿着铁蛋的绿格子棉袄，裹着红头巾，是贝。我吓得扭头就逃。宝生，宝生！贝伸出短小的前肢，一边叫我的名字，
一边小碎步朝我追来，嘴里还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我疯跑到后院，我爹在这里挖了个菜窖，入口封了石板，非常厚重，平时我是动不得分毫。但这一次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我居然把它生生挪了开来。我跳下菜窖，在那只毛爪即将伸下之际，卯足劲拖着石板移了回去。六爷说背的前肢已经退化，应该是没力气来挪动石板的。果然，石板震动了几下后就没动静了。头顶上隐约传来男人们的怒吼和惨叫，分不清是我爹的还是阿宽的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很想回去帮我爹，可等我再想去动石板，却发现怎么都使不上劲儿了，好像我刚才情急之下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。我在漆黑的菜窖里团团转，急得哭出了声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一声枪响，紧跟着一连串的铜锣声，还有人的喧哗，好像是村民们出来帮忙了。我急忙大声呼救。又过了好一阵子，石板终于被人从外面挪开，有个脑袋探了进来，是大柱叔，是宝生。宝生在这里，我家院子里站满了人，因为我爹死了，收狼皮的也死了，旁边还躺着3具狼的尸体，2只被枪打死，还一只2个眼窝子里都插着冰溜子。我伏在我爹冰冷僵硬的身体上，嚎啕大哭。老村长和大柱叔他们也跟着抹泪，大伙一起帮忙，暂时安顿好了我爹和阿宽的尸体。之后，老村长又把大伙叫到我家里开会，背就是冲宝生来的。有宝生一天，村子都不得安宁。铁蛋娘尖声说道：“自从没了铁蛋，他看我的眼神一直都不怀好意，好像铁蛋没了，我也应该跟着一起没了才对。结果又被大柱叔一个耳光扇成驴打滚。臭娘们，常海是我拜把子兄弟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风凉话！”铁蛋娘大哭着跑出了屋子。要不让宝生暂时睡在菜窖，他昨夜待那里就很安全。有人提议，老村长瞪了他一眼：“你住几晚上菜窖试试？冻不死你。村里有2杆枪，要不晚上都埋伏在宝生家附近，不信打不死那玩意儿。”大柱叔说。六爷摇摇头，这样守株待兔不是办法，被没等来，人先冻妈了。再说被没那么傻，你忘了大毛家孩子的事了。大柱叔闷头不语。屋子里一片安静，偶尔只有六爷的咳嗽声。良久，大柱叔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我送宝生去镇上派出所，让民警安顿他也好，让他暂时离开这里，等事情解决了再回来。我陪你去，我熟悉背，路上好有个照应。”六爷跟着说道。大柱叔点点头，3个人1杆枪，再配2把好猎刀，问题不大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到我家来取爬犁。老村长说。大柱叔火急火燎去取了爬犁来，套上自家驴子，我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出发。临走前，我去给爹重重磕了3个响头。我想杀了那只狈。村外的世界银装素裹，白茫茫望不到边。爬犁在厚厚的雪上滑行，摩擦出平顺的沙沙声。六爷赶着驴，驴脖子铃叮当响。大柱叔抱着枪，警觉地盯着2侧雪林的动静。前2里地还算太平，除了几只欢快的傻狍子，没见到别的。可出了2里地，就有点不对劲了。我总感觉到雪林深处有一双移动的眼睛在窥视我们。叔，好像有狼。我小声说。出村没多久就吊着咱了。大柱叔拿枪指了指左后方林子。我顺着望去，果然有头狼远远地跟着，我们走它也走，我们停它也停，像块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。六爷说着话，一鞭子狠狠抽在驴屁股上。大柱叔举起枪，那狼又狡猾地引入林中，可能是被派出来探路的。六爷又说。又走了约莫1里地，大柱叔突然喊停。咋了大柱？六爷问。我好像听到铁蛋在喊我。我和六爷说耳细听，果然听到有人在雪林深处喊爹，真是铁蛋的声音。我已经紧张的手心都是汗了。叔，你千万别信，昨夜那辈还模仿收狼皮的来着。我说道。大柱，你别上当，铁蛋被拖走好几天了，存活的可能性很小。六爷也劝说。你也说了可能性小，但不是没有，你保护好宝生。大柱叔不听劝，他端着枪，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进了雪林。宝生，你跟紧我。六爷怕他一个人有危险，也跟了上去。有个矮小的背影蹲在雪地里，远看好像一个小孩在玩雪。他穿着铁蛋的绿格子棉袄，昨天夜里还穿在贝的身上。叔，贝在模仿铁蛋的声音骗你，昨天夜里贝就穿了这件袄子。我紧张地说道。大柱叔举手示意我和六爷止步，然后他扣动扳机，对着天空放了一枪。枪声震得树梢上的积雪扑簌簌往下落，惊起几只觅食的松雀。那背影却一动也不动。如果是狼狈，早就逃了。大柱叔加快了脚步，上前撩开袄子，里面原来是节木桩子。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附近骤然扬起几捧雪花，从雪窝子里接连窜出恶狼，3头冲向大柱叔，还有2头盯上六爷。2人瞬间陷入惨烈厮杀。咯咯咯咯咯咯，瘆人的笑声忽然响起，我的脸刷一下白了。那只狈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裹着昨夜的红头巾，一身灰色的毛，看上去又粗又硬。我撒腿就逃。宝生，宝生，狈一边喊一边追。
大柱叔和六爷厮杀正酣，无暇顾及我，我只能绕着他俩外围跑圈，不至于让自己落了单。好在背是两脚行走，速度没狼那么快，我一边跑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方盒子，一部收音机，我也留下的老古董。BBB， 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986年1月17号，农历腊月初8，距离过年还有，今天是腊八节，标志着农历新年的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噼里啪啦。终于调到一个应景的节目，我喘着气把音量调到最大，猛一转身朝背扔了过去，雪林里顿时响起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还有欢快喜庆的铜锣鼓乐伴奏。背明显是被吓到了，吓得狼狈不堪，连滚带爬，连红头巾都掉了。狼群更是吓得夹起尾巴，呜咽着四下逃窜。大柱叔躺在雪地里，大口喘着气。六爷满脸是血，他的狗皮帽掉了，表情一脸懵。他冬天狗皮帽，夏天戴草帽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不戴帽子的六爷。我发现他没有左耳，骑着狼的背跑了一半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转过头看向六爷。背没了红头巾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他的五官酷似狼，鼻吻却短了很多，耳朵微搭，眼神精彩的像个人。他还瞎了一只右眼。马六，背盯着六爷，开口了。马六，马六，背的语调又急又尖，好像在确认什么。是我。六爷的声音在发颤，他摸了摸残缺的耳朵，突然怒吼一声，捡起地上的猎枪，瞄准了背。那背怪叫一声，骑着狼赶紧跑。砰一声枪响，距离背左侧2米的一根树杈子咔嚓断裂，背已经跑得没影了。就这枪法还不如我。这边六爷一枪走空，那边大柱叔扶着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。他勉强走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雪地里，捡起了还在播放午间新闻的收音机。这回多亏了宝生啊，不然咱俩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了。大柱叔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表情却痛苦抽搐。他的大棉裤被咬得棉絮纷飞，血正一个劲儿往外渗。六爷赶忙上前查看伤势，然后对着我摇摇头，看样子是走不了了，得赶紧回去让村医缝上。哎，造孽呀！他重重叹了口气，有些魂不守舍地走出了雪林，从老远的地方把受惊吓的驴牵了回来。我帮衬着一起扶大柱叔上了爬犁，六爷呼的一鞭子下去，驴子可劲儿往回赶。背怎么喊你马六？路上，大柱叔问六爷。六爷闷头赶路，没有搭话。回到村里，大柱叔被紧急送去村医家里缝合伤口。傍晚，六爷把人都召集起来，一起商量对策。走又走不了，守又守不住，今夜咋办？估摸着背还会来吧。老村长一筹莫展。今夜让宝生唱一出空城计。六爷说道。啥？老村长、大柱叔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六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让宝生待在院子里，明着摆给狼狈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大柱叔果断拒绝。你说这种话，长海哥要是还活着，能把你的牙齿打掉。宝生家没有主事人，不代表我们可以乱来。老村长也不同意。你们先听我说。六爷说，我认识那只背。啊！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就是当年大兴安岭那只。六爷眯着眼，深深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。你可拉倒吧，这都戴几十年了，那玩意儿还活着？有人一脸的难以置信。那只被瞎了一只眼，是我捅瞎的，错不了。六爷说着，又摘下帽子，露出残缺的左耳。我的耳朵也是当年和被厮杀时候被他咬掉的。白天被确实叫了六爷的名字，他们好像认识。大柱叔说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要知道那只被在大兴安岭杀了3个成人，吃了5个小孩，不是一般的可怕。六爷磕了磕烟灰，说道，既然是他，那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了解他的习性，他从不搞正面袭击，只要是明面上的事儿，他就没冒过险。狼生性多疑，他比狼多疑10倍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夜里在宝生家门口生篝火，宝生就坐那儿。大柱可以藏在家里，暗中保护宝生，不会有事。老村长和大柱叔对看一眼，半信半疑。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大柱叔还是不放心。背会去哪里？老村长问。他会去人最少的地方。六爷说完，就背着手出了门，消失在风雪之中。到了晚上，我家院子里升起好大一堆篝火，火苗蹿起，足有2人多高。我真担心大风一吹，火舌头把房子给舔了。为了抵抗寒冷，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，圆滚滚像只小熊。老村长又挑了件我奶的老棉袄给我裹上，我说够了。他说不够，又把我爹的军大衣给我披上。最后才看着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说有我爸和我奶的双重保护才保险。大柱叔没有听六爷的话，躲在暗处，而是竖了条长板凳，大咧咧坐在我家屋檐下，靠着墙做了个东北揣。他的左边搁着猎枪，右边挂着一面铜锣。我靠着椅子坐在篝火旁，热浪扑得小脸发烫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火烤的噼啪声让我倍感困乏，渐渐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梦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狼嚎。我瞬间惊醒，转头看向大柱叔，他比我还要警觉，已经端起了猎枪。宝生，别害怕，叔活着，你就没事。
院门口好多渗人的绿光在舞动，又是狼，领头一只，应该是头狼，背上骑着个家伙。叔，是被我吓得大叫。大柱叔倏地站了起来。马拉巴子，马六骗我！哐哐哐哐，大柱叔把铜锣敲得震天响，绿光在黑夜里来回舞动，停滞不前。只有头狼引颈长嚎，他驼着背一步一步朝我逼近。砰！大柱叔果断扣响扳机，被应声而倒。头狼呜咽一声，带着狼群四散逃窜。打中背了，大柱叔激动的大叫。我也激动万分，跑过去一看，傻眼了。这哪里是背，只是一团破棉布，里面裹了树枝。叔，不是背。大柱叔一瘸一拐走了过来，看着地上一团碎棉花，脸色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一个经验老道的猎人被一只畜生戏耍，他肯定比吃了蟑螂还要难受。不好了，六爷家着了，着了！有人在远处大喊，村里喧嚣一片，人们争先恐后往六爷家跑去。我朝着六爷家的方向望去，那里火光冲天。宝生，快扶我过去！大柱叔说。等我俩赶到六爷家，屋子里已经燃起熊熊大火，火舌都快舔到房顶了。大伙在外面压水、提水、接龙救火。六爷呢？大柱叔喊道。还在屋里呢，他不肯出来。老村长挥动锤子，一遍一遍地砸门。背在屋里，不要救我！里面传来六爷的吼声。你他娘的糊涂啊！人命关天！老村长怒骂，他往手心吐了2口唾沫，砸门更使劲了。大柱叔看不下去了，他上前抢过锤子，指一下，门就砸了个窟窿，再一下，门轰然倒塌。滚滚火浪瞬间冲了出来，还没等进去救人，一团影子从里面滚了出来，是六爷和贝。马六，马六！贝尖声叫着六爷的名字，一口咬在他脸上。老子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六爷咆哮着，死掐贝的脖子。一人一贝在雪地里翻滚扭打，在黑夜里分不清谁是谁。院子被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却没人敢出手，就怕误伤了六爷。大柱，快开枪！六爷怒吼。不行，散弹，你会死的！大柱叔说。老子早就不想活了，快开枪！这次被要是溜了，全村的人都得完蛋。大柱，你要不开枪，老子做鬼都不放过你！六爷的怒吼振聋发聩。砰！大柱叔开枪了。翻滚的影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缓缓滚动了几下，就彻底歇菜了。大伙正要去抢六爷，突然从暗处窜出几头狼来，现场顿时慌乱一片。大柱叔再开一枪，2头狼直接嗝屁倒地。可再回过头一看，地上只躺着六爷，贝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被头狼抢走了。快看看六爷怎么样？没气了。大毛哥悲伤地说道。大柱叔那一枪虽然打中了背，但更多的是打在了六爷的胸口。六爷怒目而视，老村长合了几次都没合上他的眼。他的嘴里咬着贝的耳朵，而他的一只眼睛被用筷子戳瞎了。在清理六爷的遗体时，有人从他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照片里山林葱茏，男人抱着一个小孩，旁边还依偎着笑容甜美的年轻女人。年轻的男人正是六爷。那个时候马六的左耳还健在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贝。